还真有意思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个名儿就在这儿吗？咱俩不能太和谐。他说杀人动机和他一样很作，作案动机来说。 要不要点个啥暗号改票？那就这样，投票环节，张凌赫我就摸鼻子。 咱们回去，然后 X 跟凶手沟通一下。你很惦记着 X 和凶手，废话，我也惦记。你说什么话？就是，因为白宇啊，你这样绝对不是在帮好人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在默认你就是 X， 那是不对的。那是你不是就不是，你是你就说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管我就爱说。你刚刚问我什么？ 说是不是想自爆了？我对，你认真看，你觉得我是凶手吗？不是，开始在这乱咬了。那就是你了，张凌赫。我觉得你真的长大了，因为你拿了凶手，你还敢这样跟我对视，而且主动挑起这番对视。不要拿这种东西来迷惑别人，就是迷惑谁啊？就是迷惑周围的所有人。你觉得周围谁会信我说的话？我信，我信。你信啊？你信我不是凶手？你目前你觉得谁是凶手呢？你管我觉得是谁呢？你是侦探，你要带领我们玩，你还在那里，你管我一个？你目前觉得谁是凶手呢？一点看不出来，说实话。一点看不出来。对，因为我连作案手法还没捋明白呢，我刚想一想，但是没想清楚。我想问，现在 X 知道谁是凶手了吗？知道，知道了。知道。他在 X 的同时，他就知道是。当然知道。OK。那能不知道吗？6:57，对吧？6:58，这个时候是贺和柯，对吧？他3分钟不够吧？我想问。不够，我也觉得不够。你只是传送带是3分钟，那你杀他，你在哪里把他弄晕呢？你3分钟光是传送带就得传送那么久，然后再把它放好路。所以要这样的话，我们先放弃刚才的说法，说是能排除你俩这个事儿，放弃这个说法，因为好像所有的人的时间好像都没有那么充足。是的，排不了。我又发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发现的只是贪食鼠啊，或者他是谭大胆，他发现的东西呢，也就是只是说一个不重要的。但是8分堂发现的是我姐姐的手链就在这儿，而且我姐姐之前是直播过的，所以她很有这个逻辑，发现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直播现场。说的有道理，说有道理。那你用这个方法害死我姐姐，我今天就让你尝尝偷心换月的感觉。对。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彼此对视，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彼此对视，你们能不能注意一点？我跟谁说话都在彼此对视。不是，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也他们在彼此对视，能不能注意一下这点？但是我觉得 X 和凶手不会这么明显，因为你们都没有发现，只有我在看呀，因为我是。是不是你一直在关注我呢？只要是我跟谁对视，你心里就不舒服。啊，那也有道理，有可能是这样的呀。突然的爱情故事的展开。我可以在接早餐的地方就死掉，就不用过那传送带了，可以换个背景直接拍了之后，然后在后面有的是时间运尸体啊。你需要是绿幕吧，或者是同样的空间，你才能拍下那个视频。我们哪里都有绿幕啊。
那传菜口那外面那不是有一堆那绿箱子吗？啥意思？在传菜口杀呀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儿哦，在那儿。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明在这儿喷的嘛，金汤勺在这喷晕的嘛。假设我是这个老板，我来取菜啊，金老师，我来取菜，他可能在这儿。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，他得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。贺尼妈她是唯一一个知道我们工厂不是一个真正工厂的一个人。你就要去探索我们在干嘛。哦，知道这个直播公司，哦，直播公司还有绿幕这件事儿，可能是都有所了解吗？对，是的。绿幕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所以他知道有这个东西。我现在非常怀疑他，我极其的怀疑他。为什么？早上我是55分走进的洗手间，我在里面洗漱了大约3分钟左右。我在出来的时候，在走廊里面碰到了他，他是往哪里走我也没有看到了。不是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俩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看到彼此的那段时间呢，所以他并不是去厕所。我只能说我怀疑。你说你看到过他，恰恰巧巧又是在57分送饭的时候，那么也就是他在卡你来送饭的这个节点，卡完你送饭这个节点，马上后脚就出门了，出门去跟我偶遇了。没错。然后我再看到他回到房间的时候是7点10分，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这12分钟他不知道在哪里。这个人在没有办法确定我今天什么时候能够制造这个偶遇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可以确定的点，就是金汤勺送饭的时间，6点57，金汤勺确实看到他了。今天弟弟啊，给他记一大功。你别上头，你不要被带跑偏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觉得我是有非常大的嫌疑，但他们俩在前置嫌疑上比我们大太多了。这样，他的这个推理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同时也不要忽略他，好吗？啊，要不然这会儿一下子全锁他一个人上，我觉得有点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公平？这件事有什么不公平的？这别人嫌疑也很大呀。怎么他是你亲儿子还是什么？有什么不公平的？对，是啊，他是我的 X， 他是我的 X。我有人选了，我有人选了。我有。你想投谁？我有人选了。你说你想投谁啊？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嘛。今天他很不正常，你没觉得吗？我不正常吗？有一点，因为他一直说我就是 X， 我觉得好人不会这么玩的。对，如果我是，我绝对不会说我是 X 的。你是一直不说，但你一直都是，就是你，你啥也不说，但你一直都是。宝贵的一票，我投的是金汤勺。当然，我不可能会投我自己，所以我还是觉得他的嫌疑可能会最大。今天我的真凶人选是金汤勺，我使用双倍投票权。我认定的真凶是贺尼爸。8分糖。汤勺贺尼巴。6把，啥意思啊？一人一把。一人一把，你赢了。忘了，这位有双票。他没用吧？你用了吗？这期没用吧？第一期应该没用吧？我用了，真的假的？上来就用。哈？我当时拿到这个时候，我就说我上来就用。我是双倍金钥匙。哦，那你是能拿2个，但得是你赢嘛。对，揭秘了。来，就是这一圈嘛。哇，大家就要围着这个来抢了。抢钥匙是吧？抢凳子，但是要绕这个转。哎呦，这次的钥匙好像挺有质感。本次游戏输了吧？失败，真凶就是8分糖。
我觉得肯定是他，你就不肯听我的。我没有确定是他，我就一定是他们2个人之一嘛。你太明显了嘛，他已经排除了他俩，但是他的那个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俩对视什么呢？我跟任何人都在对视，亲爱的，不要再因为你们俩对视格外多。他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都在看他。对啊，没有。你们俩对视什么？因为他在主持呀，他在主持这个，我们每个人讲话是不是告诉他呀？但你的眼神就格外的。他是侦探呀。那我也是，怎么不看我？你没有讲一句好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今天的归根结底还是他隐藏的好，我们就是怀疑他的人比较少。没错。你会发现，所有人时间线里只有你又7点10分回来这个点。我的动机是最不成立的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。你吓我一跳。这就是那个人，就是那个跑的那个人。你们好啊，别找我。下链子都断了。笑的狼狈，我以为你是吓的狼狈呢。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这一期的 MVP 应该是，我觉得是刘宇宁，因为他呢就是很认真的在主持这个大局，导致最后我排出了他跟白宇应该是白宇是 X 这个线索，然后让我最后锁定了8是凶手。那最 OK 的当然是弟弟啊，在最后时刻将目标激活到张凌赫身上，做得非常好，相当棒，希望他再接再厉。今天的这个 MVP 一定是迪丽热巴啦，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演得太真了，就是我是怀疑过他是凶手，但是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懵懂。黑化是什么意思？怎么黑化？因为我在观察每个人的时候，他可能哪怕视角没在他的时候，他也在做自己的一些这个环境内的一些表演。所以当我揭晓这一个答案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忘了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，这一切我就忽略到这件事了，是我的问题。所以今天他演的是非常的棒的，啊，最后获得了胜利也是实至名归。巴姐啊，相识这么长时间，看不出一丁半点的变化，而且今天大家推理的也都很努力，也很用力尝试去推了，但是还是差强人意。所以我觉得很成功 MVP 投给白宇哥，因为我一直在怀疑那个热巴和静静，但是呢，白宇他一直在帮我去攻击静静，他在混淆视听，让我觉得我说的很对，然后同时让我忽略了对热巴的怀疑，而且他的表现和宁哥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，让我觉得宁哥他是个 X。开推第3季第1集全场 MVP 是我本人，我成功的逃脱了凶手这个环节，拿到了金钥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用了自己一贯的作风，就是坐在那里说好复杂，我没明白。不是，那昨天那个人跟今天有关系吗？不是，但是如果是6点57跟58，那之后不就大家都能作案了？啥意思呀？我完全没明白你在说啥。的方式赢得了这场比赛，